世界上的海洋充满了无数未被发现的奥秘。在深海深处，潜水器是唯一能够承受巨大压力的设备。一个接一个，我们慢慢地发现潜藏在海洋最黑暗的部分，从第二深的蓝洞，到波罗的海异常，甚至是潜艇拍到的诡异生物。这里有15个最可怕的东西被发现。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有更多潜藏的深海中的秘密被发现。但在此之前，以下的这些深海秘密，你对哪个最感兴趣呢？倒置的琵琶鱼，这种鱼是在克马德克海沟发现的，位于新西兰北部，这是我们星球上最深的海沟之一。发现了这些神秘而罕见的海洋生物，这些生物是在6096到10972米的惊人深度被发现的。与其他安康鱼不同，它表现出一种有趣的倒立游泳行为，并向下悬挂诱饵，所以取名为倒置的琵琶鱼。但以目前的研究分析，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它们会倒过来游泳。专家们认为这种行为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这些鱼喜欢倒着游泳的谜团仍然没有解开，这给研究人员留下了一个迷人的课题。第二深的蓝洞，今年早些时候，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一幅惊人的美景，吸引了世界上众多水下探险者的前往。这个巨大的水下洞穴高达274.3米深，占地13656平方米。该蓝洞实际上发现于2021年9月，只是关于这一蓝洞的研究，在最近才发表出来。这个蓝洞只比中国南海的三沙永乐龙洞的世界纪录小一点。三沙永乐龙洞的深度超过300米，蓝洞是在沿海地区发现的，非常壮观的水下垂直洞穴或下沉洞。这些蓝洞是值得探索的奇迹，因为它们充满了海洋生物和神秘，但它们也是地球上最难到达的地方之一。每一次大胆的探险，它们都会收获一大批适应了蓝洞独特环境的生物。格陵兰鲨，这无疑是世界海洋中最奇怪和最神秘的生物之一。在北大西洋和北冰洋寒冷的深水中发现的这些难以捉摸的鲨鱼，吸引了科学家和爱好者们的想象力。格陵兰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它令人难以置信的长寿。这些古老的生物以其长时间的生长速度而闻名，其中一些据说可以活几百年，使它们成为地球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之一。科学家们估计，一些格陵兰鲨鱼可以活到400岁，这为了解动物王国的寿命和衰老之谜提供了一个迷人的机会。格陵兰鲨鱼还拥有独特的适应能力，帮助它们在恶劣的深海环境中茁壮成长。它们以缓慢的游泳行为而闻名，这也使它们被称为懒惰的鲨鱼。这些家伙悠闲地在海底世界中移动，它们缓慢的游泳速度被认为是由于它们的低代谢率，这使它们能够保存能量。它们生活在寒冷和营养匮乏的环境中，它们是最大的掠食性鲨鱼之一，身长可达6.1米或更长。尽管它们体型庞大，但它们主要是食腐动物。人们曾观察到它们捕食腐肉和海洋哺乳动物的尸体，这种感知行为可以解释它们缓慢的游泳方式，因为它可能比主动捕食猎物需要更少的能量。所以，如果你在深海潜水时遇到一只，那绝对是你一生中罕见的机会。泰坦尼克号，1912年4月15日，泰坦尼克号在驶向美国纽约途中撞上了冰山。这艘船坠入了北大西洋冰冷的海水深处，这艘船几乎被劈成2半，大约1500人丧生。直到几十年后，它的残骸才被发现。
它是在冷战时期海军的一次秘密任务中发现的。1985年，一支美法联合探险队开始了。罗伯特·巴拉德领导了这次任务，并投掷了一个机器人潜水器。他们的团队发现了泰坦尼克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许多科学家对这个地方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巴拉德本人在第2年的夏天，回到了一个名为阿尔文的载人潜水器里，亲眼目睹了这一现象。在确定位置后，几艘潜水器已经冒险了3810米，坠入纽芬兰海岸偏南约370海里的海域。几次对泰坦尼克号的探险都非常成功，许多人都能找到泰坦尼克号乘客留下的文物或者珠宝。不幸的是，最近一次名为泰坦的潜水器以悲剧告终。据称，泰坦在他们到达沉船之前就发生了内爆，最终造成5人丧生。2艘500年前的沉船。中国海岸附近的海水，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2艘沉船被隐藏在那里。随着中国对深海考古的兴趣日益浓厚，中国在南海部署了2艘先进的潜水器，发现了2艘沉船的位置。现在，研究人员孜孜不倦地检查了这些沉没船只的残骸，在它们内部和周围发现了散落和堆积的文物宝库。在瓷器遗址发现的许多文物，都是用加工过的木材制成的，估计有数十万件。专家认为，这些木材可能起源于东南亚，可能被用于建造宏伟的建筑，甚至可能类似于皇帝的华丽宫殿。专家认为，第1艘沉船可以追溯到公元1506年至公元1521年的正德皇帝统治时期，而另一艘则更早，属于公元1488年至公元1505年的弘治皇帝。这2艘船相隔几个朝代在海上航行，然而它们在海底被发现时相距只有30厘米，这可能是个巧合，但它表明了所在位置的重要性。很久以前，该地区是一条古老的海上贸易路线，但常常被陆上的丝绸之路所掩盖。它也被认为是当时最重要的路线之一。深海蜘蛛。你知道深渊里也有蜘蛛吗？对于害怕蜘蛛的人，这将是你噩梦的来源，因为它比陆地蜘蛛还大。但你也不用太多担心，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待在蓝色海水的最深处。深海蜘蛛是一种奇特而有趣的生物，它们在神秘而可怕的海洋深处茁壮成长。虽然它们在分类学意义上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真正的蜘蛛，但它们属于同一纲直立的蜘蛛，并且具有类似蜘蛛的特定特征，所以取名为海蜘蛛。它们栖息在海底，从浅水到阳光几乎无法穿透的极深水域。有些物种被发现深达7010米，在表面之下，它们的外表无疑很奇怪，细长的腿可以延伸到身体之外，有时就像一团缠在一起的细电线。更令人不安的是，深海蜘蛛能够在寒冷黑暗的深渊中长得惊人的大，一些物种的身体只有几厘米，而另一些物种的身体可以达到3米长，这简直就是深海怪兽。波罗的海异常。波罗的海异常是一个有趣而神秘的物体，位于瑞典和芬兰之间的波罗的海底部。2011年，海洋专家小组在一次声呐调查中，首次发现了这一异常现象。科学界和公众对它的猜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组异常不过是一个模糊的，大致是圆形的地层结构，大约有60米长，在直径上大约在85到91米的深度。它独特的外观就像一个奇怪的、细长的，甚至刚性的结构。
导致了关于它在自然界起源的各种猜想。波罗的海异常现象的发现，引起了寻宝者的注意，引起了全球大量的爱好者和阴谋论者的注意。人们对这个物体的猜测不一，有人认为它是一艘古代沉船，有人认为它是一艘外星飞船，甚至有人认为它是一个水下秘密军事基地。但目前为止，还是缺乏具体的证据来支持这些耸人听闻的说法。深海岩浆区，今年早些时候，研究人员利用一种研究地震波的新技术，在科伦坡海底火山下发现了一个深海岩浆区。这座水下火山因其近4个世纪前毁灭性的喷发而闻名于世，它摧毁了风景如画的希腊圣特里尼岛。现在它揭示了一个不断增长的、前所未有的巨大岩浆区。据专家推测，它可能会150年后又会有一次大喷发。虽然到那时，我们这些人都已经不在了，这一新发现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制定更完善的灾难风险计划。距离圣泰雷尼约4公里，海拔约500米，在海洋表面之下，科伦坡火山是全球最活跃的海底火山之一。历史记载表明，它的最后一次喷发是在公元1650年，造成至少70人丧生。有了这些发现，科学家和灾害专家将更好地建立一个观测站，以加强对潜在火山爆发的监测。通过更深入地了解岩浆区的行为，他们的目标是减轻居住在这个活火山带附近的居民区的潜在风险。古文明的贝米尼路，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水下构造，几十年来一直困扰着科学家以及历史学家和冒险家们。这个有趣的结构由一系列大的矩形石灰石块组成，整齐地排列成一条笔直的道路。这些石块有些重达数吨，而且并排放置，引起了人们对它们的起源和用途的猜测。博米尼路最初是在1968年9月2日发现的，位于巴哈马群岛之小岛贝米尼海面下。海洋学家声称，所谓的结构看起来像是过去文明创造的一条通道。关于它的起源提出了许多猜测，从自然地质构造到古代人类建筑。最令人信服的假设是，贝米尼路可能是一个失落已久的文明的遗迹。这个文明曾经在该地区繁荣昌盛，虽然怀疑论者认为这条路只是自然过程的结果，比如山毛榉岩石或淹没沙丘的形成，但古文明理论的支持者指出，这些石头的惊人精度和排列绝对是人类干预的证据。一些人认为，贝米尼路可能是隐藏在海浪下面的一个更大的建筑群的一部分，等待被发现。由于在遗址深处缺乏确凿的证据，调查贝米尼路成为一项具有挑战性的工作。潜水深度需要彻底探索现场，需要先进的设备和专业知识，进行彻底的科学调查是困难的。因此，围绕着贝米尼路的神秘一直延续到今天。巨型等足类动物，这些生物被称为海洋中的蟑螂，所以这可不是小龙虾，它是更大的东西，那就是巨型等足类动物，被称为大王巨足虫，又称为巨型深海大狮。它们不仅吸引了科学家的想象力，最近还吸引了参观游客，这点我们稍后再谈。这些巨大的等足类动物是甲壳类动物的一员，这些生物可以长到惊人的37厘米长。它们令人印象深刻的体型和盔甲般的外骨骼，使它们成为真正的深海巨兽。它们的外表与其他海洋物种不同，它们有着怪异的虫子般的特征和红色的眼睛，看起来就像科幻电影里的生物。
这些非凡的生物是海洋中最稀有，甚至最难发现的生物之一。在它们栖息的深海地带，在巨大的压力和有限的食物供应下，只有最适应和最特殊的生物，才能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大王巨足虫拥有非凡的能力，在这个无情的生态系统中生存。它们已经适应了一种缓慢而低代谢的生活方式，来应对食物短缺，经常在2餐之间等待很长时间。当有机会时，它们会享用从海洋上层掉落的尸体，这种现象被称为海洋雪。这种食腐行为使它们能够在严酷的深渊中生存，因为它们难以捉摸的本性和不适宜居住的栖息地。在野外遇到巨型等足类动物是非常罕见的，但是有几次深海渔民不小心捕获了一只，或许等大量发现它们的时候，等足类动物就会像烧烤或肉鸡那样吃掉。是的，你没听错，亚洲的一些餐馆已经学会了如何烹饪这些海洋生物。由于它们的稀有，烹饪它们可能要花费数百到数千美元，价格不菲。假如有机会的话，你会尝试吃其中的一个吗？皱鳃鲨。在潜伏在海底深渊的生物中，就有皱鳃鲨。这些生物是在海洋深处中生活的最稀有和最神秘的生物之一。这个古老的物种通常被称为活化石，在数百万年的时间里几乎没有改变。这些鲨鱼因其独特的鳃缝流苏状外观而得名，这使它们与其他鲨鱼物种区别开来。它们长而像鳗鱼一样的身体上覆盖着一层黑色，这使它们能够无缝地融入深海环境。皱鳃鲨鱼可以长到2米，属于中等大小的掠食者。皱鳃鲨生活在海洋深处的边缘地带，通常生活在700米的深度，但也在1500米的深度也有发现过它们的身影。这是一个非常偏远和难以进入的区域，限制了我们对生活在其中的生物的了解。因为它们偏爱这些极深的地方，所以遇到皱鳃鲨鱼是很罕见的事情。科学家和海洋生物学家们在他们的自然栖息地研究和观察它们的机会有限，研究人员需要潜水器帮助，才有可能近距离观察这些生物。直到今天，人们对这些生物的习惯行为所知甚少。日本沉船赤城号。2019年，海洋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传说中的日本航空母舰赤城号的残骸。这艘非凡的战舰在中途岛海战中遭遇了致命打击，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标志性的海战，不仅被载入史册，还成为有史以来最关键的冲突之一。沉没在5489米深的海底，在珍珠港西北1300多海里处的水域。目前，赤城号的具体位置已经被确定了。水下机器人捕捉到的高频声呐图像显示，这艘巨大的航母躺在海底，就像是一段残酷历史一样，静静地躺在那里。赤城号的发现是对2战期间人们做出牺牲的深刻战争警示，它象征着那些在这些标志性船只上服役的人所表现出的巨大勇气和决心，以及这些战斗对塑造历史进程的深远影响。阿波罗11号引擎在2013年一项开创性的声明中，有远见的亚马逊首席执行官杰夫·贝索斯透露了他的研究团队有了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发现：一组巨大的火箭发动机位于4267米深的地方，在佛罗里达海岸的海面下。这个强大的引擎曾经为历史性的土星5号运载火箭提供动力。尼尔·阿姆斯特朗、巴兹·奥尔德林和迈克尔·柯林斯
曾在阿波罗11号上执行过史诗级的登月任务。当飞船到达大约61公里的高度时，第一级，比如这个引擎，从此被分离，这些成分被认为永远消失了，被一个燃烧的结局所消耗。然而，贝索斯却下定决心找回这些历史遗迹。2012年，贝索斯表达了寻找阿波罗11号火箭发动机的愿望，但这一探索远非易事，比如时间的摧残，再加上43年水下岁月的腐蚀作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抹去或模糊了最初的序列号，这使得这项任务更具挑战性。这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引擎，每台都重达近9吨，组成了5台集群，它们总共释放了惊人的3200万马力，每分钟消耗的燃料达到惊人的6000磅。这种巨大的力量推动了历史上最大的火箭，距离地球表面61公里。在分离后的短短3分钟内，发动机以惊人的8047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再次进入大气层，然后坠入海洋深处。几十年来，它们一直被隐藏着，直到贝索斯的团队利用先进的声纳技术找到了它们。随着我们不断推动技术进步的边界，谁知道海洋表面下还有什么隐藏的宝藏呢？吸血乌贼，这无疑是深海中最奇异和最令人费解的生物之一。尽管有着怪异的名字，不过可别被它的名字吓住了。吸血乌贼并不像神话中的那类嗜血的捕食者，相反，它是一种小型的深海头足类动物，以其独特的适应性和有趣的行为而闻名。吸血乌贼生活在深达914米深的漆黑缺氧的海洋中，这种栖息地是其他动物难以忍受的。它胶状的身体大约有15厘米长，它的外表既迷人又令人不安。吸血乌贼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是它有着像斗篷一样的网，连接着它的几个支臂。当受到威胁或干扰时，它可以翻转这张网，创造出一个黑暗的、有威胁性的伞状结构，因此它的名字是吸血乌贼。这种防御姿态有助于阻止潜在的攻击者。尽管它的外表很吓人，但吸血乌贼既不是凶猛的捕食者，也不是对人类有害的生物。地鲸鲨鱼，如果你认为大白鲨看起来很吓人，那就等着看地鲸鲨吧。它是地球上被深海潜水员捕获过的最奇怪的生物之一。它长而突出的鼻子，像剑一样从脸上伸出的下巴，以及它独特而松弛的外表，地鲸鲨与众不同。它是一个活化石，属于一个可以追溯到大约1.25亿年前的谱系，使它成为地球上最古老的物种之一。这些神秘的生物在深渊中出现，生活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深处，通常达到914米，在深海之中，远离太阳光线。它们生活在一个光线几乎无法穿透的世界。它们令人难以忘怀的粉白色皮肤和幽灵般的外表，为它们增添了神秘和阴谋的光环，为它们赢得了深海地鲸活化石的绰号。地鲸鲨鱼不仅长相奇怪，而且难以捉摸。它们的深海栖息地和稀有性，使得发现它们成为一项罕见的壮举。人们对它们的行为、摄食习惯和繁殖知之甚少，因为它们更喜欢躲避窥视的眼睛。研究人员和深海探险者面临的挑战，是捕捉到这些难以捉摸的生物的一瞥，留给我们的只有几次罕见的遭遇。它们的捕猎技巧同样神秘。它们有专门的高度敏感的鼻子，上面布满电明孔，即使在完全黑暗的情况下，它们也能探测到猎物发出的最微弱的电信号。
一旦它们察觉到潜在的猎物，它们就会以闪电般的速度向前伸出下巴，然后立即抓住猎物。尽管它们的外表怪异，但地鲸鲨对人类没有威胁，因为它们生活在我们无法触及的深水区。它们提醒我们，在我们的海洋深处仍有广阔的未知领域。遗忘的罗伯茨号，2022年6月26日 ，USS Samuel B. Roberts 声称拥有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深沉船的称号，其深度达到令人惊叹的6895米。在海面下，1944年10月，这艘二战时期的战列舰在菲律宾萨默群岛的海岸被发现，在关键的司马人战役中被分成了2部分。美国海军塞缪尔·罗伯茨号在面对强大的日本军舰舰队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决心。船上人员的英勇行为，为这艘船赢得了像战舰一样战斗的护卫舰的持久监视。这场历史性的海战，通常被认为是海运史上最重要的海战之一，发生在更大的海湾战役中。这是第2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的一场关键冲突。美国和日本海军相互对抗，这艘战列舰的发现不仅为海上探险铺平了道路，也为恢复各国历史上重要的沉船铺平了道路。这艘美国海军军舰庄严的遗骸，代表了那些服役人员所表现出的勇气和勇敢。潜艇拍到的诡异生物。在太平洋的一次探险中，一艘潜艇捕捉到了人们本不应该看到的东西。一组研究人员正在潜艇里探索深海，突然，他们发现这个巨大的生物正从观察窗口看着他们。科学家估计，超过80%的地球社会仍然是未知的和未探索的，留下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潜力。发现新的和未知的物种，尚未被科学界记录。在这些隐藏的秘密中，有神话和传奇的概念般的存在，但时至今日，这个生物尚未得到证实。这个怪物会不会是众多未知的奇异生物之一？或者这种生物只是因为视觉错觉而看起来很奇怪呢？这些发现中哪一个最让你感兴趣呢？请在下面的评论中与我们一同分享。同时，请看看现在屏幕上所展现的其他很酷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不见不散。